大家好 ，Hello，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烂手人设计师吉米。今天要讲的是，不是一只贵到买不起的神表，但是也不是奇奇怪怪的冷门品牌，而是一个有故事、有历史，而且我觉得很帅的一只经典手表。它是 Zenith 的 El Primero A384，OK，Revival。OK， 那在开始之前呢，老样子，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记得按下订阅键，开启小铃铛，还有广告时候如果跳出来的话，帮我多看10秒钟，因为吉米很辛苦啊。你们多看这10秒钟，就是让吉米能够继续买更多表来开箱给你们看，也继续录更好的4K Podcast 的动力。OK， 那我们就开始吧。这只表的名字其实当初我记得我小时候听到 El Primero 的时候，那时候是 maybe 我忘了一几年吧，反正那时候听到 El Primero 听起来很像什么 Optimus Prime 还是什么 Bumblebee， 很像变形金刚的角色。但其实我后来去查，就是 El Primero 的意思在这个西班牙文里面的原意就是第一个，很酷吧？他直接在名字上面就告诉你，就是他是史上第一。那他史上第一在哪里呢？他特别在哪呢？因为它代表的是世界上第一批的这个自动计时码表，也是唯一一枚完整一体化的设计机芯。那再加上他那一个时候推出的时期是石英风暴最强的时候，那最后靠了一个其中的匠人偷偷拯救了整个品牌的故事，也让他在表圈里面变成了一段传奇。那这一次的 A384 Revival 呢，其实就是把1969年的原版用非常严谨的方式复刻回来，不是只是做旧，随便换个颜色，而是每一个比例细节它都一一经典讲究的重现它。所以这一集吉米要带你们穿越时空，先来聊聊1969年那个疯狂的竞赛历史，再聊聊那个差点消失的惊险剧情，最后我会带你们看看这只表的设计、佩戴的感受，以及这个价位值不值得。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9年，那一年真的很疯狂。OK， 美国人登上月球，那披头士还在当红之中，那嬉皮音乐传唱翻天，到处都在影响。那钟表界有3方同时在竞争，谁能做出第一个自动计时码表？你没有听错，在那个之前，所有的计时码表都是手上链。你一定要用手转，而且要小心别忘记，不然就跟你手机没充电一样，直接就断电。在那个年代，大家都觉得，计时码表应该也要能够自动上链才对吧？于是，这个战火的帷幕就开打了。首先是日本推出的 Seiko 经典的6139，这个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直接杀进市场。瑞士联盟呢，则是由 Tag Heuer、Breitling、Hamilton、Buren 这一些品牌搞出了计时4大天王，做出了 Caliber 11。而 Zenith 则是自己选择了一个更艰难的路，就是从零开始打造一个一体化的自动计时机芯。那名字他们也就很霸气的取名叫 El Primero， 意思就是老子就是第一啦。那差别在哪里呢？ Caliber 11其实是拼装车，它有点像是用现成的3针机芯再加上计时模组，因为这样子能够得到最快速的量产化。那结构也比较会厚一点点，因为它是在既有模组上再去增加计时模组。但是 Zenith El Primero 则是从头到尾从0到1的设计，它是完整的整合结合出来的机芯，不光是薄，还是当时唯一一个36000次振频每小时的高振频机芯。当时的精准度就达到1/10秒，这在1969年就是顶级的科技怪兽。不过很讽刺的就是这么强的机芯，在1970年因为石英表的崛起，差点就被干掉。
那个时候，日本的 Casio、Seiko 开始推出了量大、便宜又精准的石英表，整个瑞士表业差点全部团灭。那 Zenith 那时候被美国的这个 Zenith Radio 收购，人家就说收购了之后就觉得说算了啦，以后干脆就全部做石英表吧，机械表全部砍掉。但是故事的转折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在所有人都认命认为 Zenith 开始要正式进入全石英的这个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制表师他不服，他叫做 Charles Vermont， 他知道 Alpha-Mero 不能就这样子死掉，所以他偷偷的把所有的设计图、模具、机器通通藏在了工厂的一个小阁楼里面。那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就像是谍报片一样，慢慢一件一件的搬上去，让大家都没有办法发现。你当然不可能一次搬100-200台机器嘛，所以你一天搬一点，一天搬一点，把它藏上去。他就这样一个人默默的守护着 Zenith 纯正的血统。也因为他的这个动作，后来彻底拯救了整个品牌。因为在1980年代，市场开始重新对机械表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Zenith 他突然想要重启 Alpha-Mero， 才发现还好当初 Vermont 当初有把这一些资料、零件开发、机器藏起来，不然又要从零开始开发的话，那应该成本爆炸，品牌大概也就消失了吧。那更猛的呢，就是 Alpha-Mero 甚至是被 Alpha-Mero 这个机芯甚至是被 Rolex 相中。大家都知道，就是1988年的 Daytona 那一代的 Daytona 用的就是 Zenith 的 Alpha-Mero 的基础机芯而改造而成，那就是很有名的那颗机芯 Rolex 4030。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连劳力士都得承认 Zenith 推出的自动计时码表是好的。这一波操作直接把 Alpha-Mero 传奇的地位定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我去看这个 A384 的 Revival 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哇，我手上这个表它不只是一只手表，它是原本一个几乎快要死去的历史而重新再诞生在你的手上的那种感觉。你不像是带着一个钢块表，不是带着一块钢表，而是当年那个藏在阁楼里面偷偷守护的梦。哦，讲到这边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我们故事说完，我们来看看设计吧。A384 Revival 是2019年推出的50周年纪念款，它基本上是完全的1:1复刻1969年的原版。只要有在研究老表或古董表的人，绝对都知道这个表。它是37mm 的9筒型，那再加上了刷面跟斜面抛光的边角，满满的70年代的那种削切的味道。厚度是12.6，我觉得是刚刚好，不会像现在很多的计时表厚到都可以拿来夹汉堡了吧。那面盘则是标准的熊猫配色，白底黑圈，红色的秒针，那4点半有日期窗。有人觉得4点半的日期窗位置很奇怪，但是我告诉你们，这就是 Alpha-Mero 最经典的特色，它重现了历史最忠实的那一个状态。同时，所有的时标跟指针都有 Superluminova 的填充夜光，所以在晚上也是非常清楚的。那镜面使用的是蓝宝石水晶，背面也做了透明底盖，一样是蓝宝石水晶，可以直接看到 Alpha-Mero 400的机芯。那这一点是跟1969年不太一样的，因为当年是实心底盖。OK， 但老实说，50年之后让我看一下机芯的运转，我觉得爽度直接加50分了。那戴在手上的感觉呢？我觉得37mm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会觉得太小了，对吧？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38、39 OK 已经大概蛮极限了。那个 BB54 的37已经我觉得接受的人已经不多了。OK， 但是我实际上手之后，我发现，因为它表壳的削切方式是有棱有角的，所以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方表9筒型又有圆形的视觉感受的一只表。所以这个表其实你戴在手上，你不会觉得它只有37，它反而会有视觉放大的效果，可是它又不会让你觉得它过大，手腕也不会觉得累，袖子也不会卡到。那因为它搭配了皮表带，我觉得它的轻盈感非常非常的好。OK，基本上这一只表
它的魔力就像是你戴在手上，人家会觉得你戴的是古董表吗？尤其搭配皮表带，真的很容易会让人误会这是一只老表，可是它是2019年的全新表，而且它的价格很甜，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OK， 再来讲到表带，那原厂附的是黑的鳄鱼皮，那也有附那条梯形链带，那链带是当年 Gay Flyers 帮 Zenith 设计的。那 Gay Flyers 我们之前在 Rolex 的专题也有介绍过。OK，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OK， 那特色就是 Oyster Perpetual 的那一集，你们就找 Oyster Perpetual 就会找到 Gay Flyers 的这个来源。OK， 那它的，对不起，我有点痰。那这个表带的设计的特色就是中间它是一格有表带，一格是空的，一格表带，一格是空的，所以它戴起来很通透，那戴起来比一般的钢链更轻盈。那缺点就是它的结构性不会像一般的链带这么的扎实。但是我说真的，你戴这种复古表配这种表带，就是当年 Gay Flyers 帮 Zenith 专属设计的那一个复古味道。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到重点来了，价格。A384 Revival 的这个定价是在7000到8000美金左右，所以基本上折合台币就是20多万，听起来蛮贵的吧？但是你要想哦，20多万现在在瑞士表里面，你可以买到高振频1/10秒的精准度，而且它有极高的历史定位。4030的 Daytona 使用的机芯，比起同价位的其他品牌，很难找到同时兼具历史、传奇故事，而且是自制机芯的组合，非常的少。那有些人会说，那我干嘛不干脆去买古董的 A384？ 的确，古董的面盘有天然的氧化，有它的斑驳，有使用的味道，但是你还要考虑到的是维修零件保养。而全新的 Revival 给你同样的外观，但是它是全新的品质，所以你日常完全不用担心。加上这一支并不是限量，搭配它这种烟熏的表盘，你不需要去追价。那如果预算不足的玩家，去日本找一找二手，价格也非常的漂亮。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喜欢真历史的玩家来讲，真的是一大福音啊！所以我自己也把它列在我的购表清单里面。我最近发现我很喜欢3个品牌，其实都比较冷门，一个是百年灵 ，OK， 一个是 Zenith， 还有一个是 Jaeger-LeCoultre 机架。我最近很认真的在做这3个品牌的一些研究，反正之后我会推出蛮多的这个单元是跟这3个品牌有关系的。OK， 那总结一下今天这一集 Zenith Alpha-Mero A384 Revival 呢，我觉得它之所以这么的迷人，不光是因为它非常的有个性，更吸引我的是它背后的那一段历史。1969年 Alpha-Mero 的创新，以及差点被石英风暴干掉埋葬，最后却靠着他们工厂里面的其中一个制表师守住了这个传奇的血脉，甚至连劳力士在做 Daytona 的时候还要借鉴 Alpha-Mero 这个机芯。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不光它是一只表，而是一段传奇。所以对我来说，带着它就像是带着一个秘密。别人看到的可能觉得这是一只这个 boutique 啊，是一只 vintage watch、neo vintage 的手表。但是你真正懂的人就知道，这只表曾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光荣跟危机。所以如果你是刚进表坑，想要找一个有故事又可以佩戴的日常计时码表，我觉得 A384 Revival 绝对值得放进你们的清单，至少它在我的清单里面了。最后，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的话，记得帮吉米按赞、留言，告诉我你们最喜欢哪一个细节。还有，不要忘了要订阅。那对这个表有什么想法，想要讨论的，只要你们是善意的聊天，我们大家不要在下面引起战火哦。对，因为有些留言的人其实还蛮呛的通常我不会回应。OK， 那如果真的是讲的有点过分，我也会非常礼貌的，就是请你就是不要再用这种不适的方式来讲话了 ，OK？ 那最后，不管怎么样的手表，它都有它的历史意义价值。戴手表其实也让我们去理解，就是时间的重要性。We cherish time, people cherish time. 人都应该珍视时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幸运的人有3万天，不幸运的人可能只有几千天。其实有时候我们去看一看生命
的历程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十年而已。所以吉米真的希望大家在对待时间以及日常生活上，一定脚踏实地，抱着善念，很正面、很庆祝的去对待每一分每一秒，去珍视你周边爱你、为你付出、无私奉献的那一个人、那一群人。也许是你的爸爸妈妈，也许是你的另外一半，但是记得都要珍惜，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刻画在你人生的历史当中。OK， 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次再见。